现在提起这款游戏，玩过的玩家应该都能记起当时游玩的痛苦回忆，比如不看攻略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传带，玩了几十上百个小时却不知道还有荡秋千和奔跑这两大神技，又或者地图几乎跑遍了，神经元却不再生长，也没有突变，游戏卡住无法进化，但你完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而制作人 Patrice 在早期采访里强调，这是一款要靠玩家好奇心和直觉在不断探索中塑造自己进化历史的游戏。这个想法听起来很迷人，甚至有点激动人心，但游戏最后带来的却不是探索的快感，而是大量玩家的困惑、卡关和放弃。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只是不给引导吗？随这期视频，我会一步步带你看清为什么这巨大落差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认知路径的断裂，而且你会彻底理解为什么一款游戏不引导不等于它有深度。最后我会分享一套简单好用的判断方法，以后你再碰到那些打着开放世界旗号的游戏，你也能更快看出来它到底是真深度还是假高级。回想一下，你第一次学骑自行车的时候，如果方向打得太猛，车身会立刻开始摇晃，方向也会偏，下次你自然就会收点力，慢慢学会该怎么控制。你之所以能学会，并不是因为别人把答案直接告诉了你，而是因为你的每一个动作，车身都会给你一个清楚的反馈，你才能从这些反馈里找到错误的原因，下次再把它修正过来。这是一条人类完成认知积累最基本的学习路径。而人类计划奥德赛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它经常会切断这种最基本的认知链条。你不是单纯不知道答案，而是连你自己手里到底有哪些选择，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件事以后又意味着什么，都很难搞懂。在这款游戏里，传带是最核心的机制之一，但很多玩家对传带时机却困惑不已。问题还不止于此，而是他们往往连一个更重要的关系都没意识到。族群里小猴的数量会直接影响下一代能够继承多少技能，这就导致很多小猴少或者没小猴的玩家在传带时，先前辛苦习得的技能却没办法有效传承下来，下一代还得从零开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个权衡利弊后的错误决定，而是因为系统根本没有让他们意识到小猴数量是一个必须重点关注的变量。但这和直接把答案喂给玩家还不是一回事儿。这并不是说游戏必须明着告诉玩家申购6个小猴再传带才最划算，但它至少应该让玩家感知到小猴数量这件事很重要，值得继续尝试，继续观察。为什么不通过一些足够明确的线索来暗示玩家呢？比如每出生一个小猴，屏幕界面就给出强提示，强化点加1，让玩家逐渐发现幼崽越多，传带后的技能留下来的就越多，这样玩家自己就会问，我是不是应该多生一点，而不是在毫无提示的情况下盲目传带。可这款游戏它几乎不给你线索，结果就是玩家连自己面前到底有哪些可行方向都感知不到。这不是游戏在制造原始感，而是连最基本的信息传达都出了问题。而绿色地狱同样是开放生存冒险游戏，选择暗示就做得好很多。游戏刚开始，主角和妻子失联后的第一个任务，除了寻求帮助之外，什么提示都没有。但是即便游戏不告诉你具体该做什么，玩家笔记里此时马上解锁了各种各样的建筑蓝图，还告诉你庇护所还可以存档，教程里也学过怎么生活。玩家至少能意识到，眼下最值得优先尝试的方向，先把窝棚盖起来，在丛林里站稳脚跟。他把潜在的选择做成了可见的线索，但这就是人类计划奥德赛认知路径断掉的第一步。他没有让玩家意识到哪些才是值得优先关注和尝试的，就好比学自行车，连脚蹬子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们说不告诉玩家手里到底有哪些优先选项也就算了，但这款游戏是连你做了某个动作有什么后果你都看不明白。认知路径第二步就是这么断掉的，玩家无法清楚感知自己的行为后果。比如梳毛看起来只是个小动作，但它其实直接关系到你能不能结伴生小猴。这么重要的交互，操作反馈却弱得要命。你得听到一个音量极弱的提示音，然后再立刻松开按键才算输对一次。
听力不好的玩家还真就生不出小猴来。更离谱的是，连反击野兽攻击这种生死攸关的交互也是出奇的别扭，因为玩家根本不知道是摁住不动还是多按几下，结果摁了也是死，不按还是死。角色挂了没关系，但玩家自己起码得知道错在哪里，哪怕只是加一个最基础的后进度条，把当前操作状态明确的呈现出来，都不至于让这种保命交互糊成这样。结果玩家承受失败，但却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失败不再带来知识，而是从学习沦为惩罚和混沌。这种交互设计上的粗糙，恐怕也很难再被理解成生存进化的艰难了。更致命的是，游戏玩着玩着，连你当下的行为会给未来造成什么后果，这层也断了。是玩家就会陷入这很荒唐的境地，地图几乎跑遍了，几十个上百个小时也砸进去了，神经元却突然不再生长，也没有突变，进化直接卡住，但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前面到底漏掉了哪些关键行为，是没成为狩猎冠军，还是没当上生育劳模，或者没练就绝命毒师，甚至没有任何补救提示。这才是人类进化奥德赛最伤玩家的地方，他没有把进化和传代这些关键机制的前提条件做成玩家能逐步理解、逐步预判的东西。结果就是玩家前面做过什么，没做什么，会怎样影响后面的进化，始终连不成一条清晰的线。学习没法沉淀为判断，复杂度也没法转化为深度，最后变成一场现实版的盲人摸象。这不是进化的残酷，而是设计的失职，把该说明的东西藏得太死了。相比之下， Wolf Quest 同样是动物主角，同样是未知环境，但它至少把长期后果说明白了。比如玩家离家太久，家庭亲密度过低时，系统就会明确提醒你，如果长期不回巢，幼崽就可能离家乱跑，甚至被掠食者叼走。你当然还是可以自己决定到底要不要继续狩猎，要不要立刻回去，可至少你很清楚这个选择之后会发生什么。这会破坏未知感吗？并不会，它只是把该传达的信息说明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款游戏并不是在塑造好的未知感，而是设计上的缺陷所直接导致的体验层面的灾难。未知本身当然可以是好的，很多优秀的沙盒冒险游戏都建立在未知之上，比如大表哥2、塞尔达传说。你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不知道这个行为能不能做，也不知道某个选择后果对未来影响有多大，但这些好的游戏设计都同时做到了一点，他们都把现实的混沌转化为一种有意义、有反馈、能被持续学习和理解的互动体验，既保留未知艰难和原始感，又不彻底打碎行为结果认知链，让玩家在未知里依然有能力做出有效判断。真正厉害的是这个平衡，而不是把玩家扔进黑箱里，然后说你看多真实。而且这款游戏的问题还不只是设计层面，作为一个被人购买拿来体验的互动产品，它连最基本的价值兑现都没有做到位。我们都知道现实世界可以原始、混沌，甚至长期不给你答案，因为现实世界不是围着玩家转的，但游戏不行。游戏不是天然生长的产物，它是一个被人设计、被人体验、被人出售、被人消费的互动产品。当玩家完成付费的那一刻，它就不再只是创作者自我表达的玩具，它就必须对玩家的体验负责，而不是把现实的混乱原样丢给玩家，还把这个叫深度。更过分的是，制作人早期的采访回应还在试图把事情上的失败包装成一种生存进化的原始感，这就很容易让批评失去焦点。因为一旦有人指出问题，就会有人跳出来说你只是没耐心，你不适合这种游戏，这就是他表达的原始感。进化本来就不舒服，但问题是让玩家保持未知状态的不舒服可以成为设计目标，但让玩家干脆学不会怎么玩，那就是设计本身的问题了。重点来了，那么作为普通玩家，该如何识破喊着开放世界口号的游戏中那些缺乏深度的假未知呢？你只需要看它是否同时满足3样东西。第一，它有没有告诉你什么值得尝试，也就是可能的选择有没有被感知到。第二，它有没有让你看懂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也就是行为结果是否足够清晰。第三，它有没有让你知道这个结果对游戏未来会产生哪些影响，也就是这次结果能否进入你之后的判断和策略。如果这3样都成立，它才真正配谈深度。可如果做不到，那你就该小心，它很可能只是把设计上的缺陷包装成某种高级的宣传语罢了。我是 Gavin，记得订阅，带你看懂更多游戏。